本节目由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优酸乳贵妃荔枝如意杏子酸甜新上市，高汤有元气，一碗喝到底。感谢一点不夸张，连汤都喝光的汤达人赞助播出。斯维诗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斯维诗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比新鲜更新鲜，鲜活21天的青岛啤酒水晶纯生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兰蔻精纯唇膏200 Drama 宗赞助播出。是我角色，放肆出彩。欢迎11组舞台歌手，今天我们将迎来一场舞台生存之战，加试媒体考核。媒体考核，完了。我们邀请了由媒体、乐评人、UP 主、KOL 和音乐制作人等17位业内人士组成的媒体团，他们已经看过你们在舞台2023截止目前所有舞台的表现。他们将与你们展开面见。这是易老师吗？他们见证过无数舞台的诞生和消失，叩问过无数歌手的灵魂与皮囊，而你们能否在与他们的面见中生存下来，获得他们的推荐呢？做歌，看起来就感觉表情很凶嘛，说好像赴生死之约一样。还好啦，我们那么 nice， 这么可怕吗？我们很 nice 的。现在为所有人公布本次面见会的规则：每位舞台歌手将进行最多30分钟的媒体考核。整场考核过程中，媒体团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推荐该歌手，留灯表示推荐，灭灯表示不推荐。每灯代表50粒值，最多85实力值。该实力值将计入舞台歌手的总实力值中，影响总榜的排名。Oh my god！ 我今天的评判标准其实3点，第一点就是业务能力啊，这个就不用多说。然后第二点是未来可能性，我觉得个性就这个人不无聊非常重要。选手本人必须要有记忆点。从观众的角度，就是舞台打动我。我希望看到他们是有表达力的，而且是真实的。Oh my god！ 我不会讲话 ，I'm bad at talking. I'm bad at this 。媒体团们，请谨慎的、有心的做出推荐。同时，舞台推荐人和创意总监也在一同观看这场媒体考核。我其实今天很期待那个易立竞易立竞的问题看怎么问。对，他们会比较严格。第一位将接受面见的舞台歌手是张玉子，请前往观战间。我害怕锐评，我害怕被骂。老师们好，我是张玉子。在这样的环境，我也我更紧张。现在我更紧张。舞台歌手张玉子，面见开始。我看到你之前的履历上都是第1、第2名，包括在这里的舞台的话，4个舞台你基本上也都是第1、第2。你有输过吗？输过。到你19岁的人生中，你有输过吗？我不怕，不是说真的是没有经历过，我现在这么站着说话不腰疼，觉得不怕。看来是真的没经历过输是吗？那我可能记得有一次，就是在小学的时候，然后呢，不是，那就是没有，那就算没有。我不是，我真的想牵出来这件事情，好可爱啊，好可爱，牵出来这件事情。你说。就是我们在选领舞，小孩嘛，当时就特别争强好胜，我就想要这个领舞，然后我在家里疯狂扒那个视频，就每天扒，等到那天就是老师真的要选人了，我当时其实觉得我自己应该很有把握，但是最后就是没有选我，那是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就是经历那种我觉得挫败。但是你还是会拼命的去努力，对吗？因为我明明觉得我可以够到的东西，我不努力去做，我会觉得这完全就不是我，就是我是那种
只要我觉得我想要，我有能力去够，我就一定会去够的人。就是所谓的有一股气，有股自己的傲气在，就是嘛，老子就是能力很强，你爬开，我该得。而我觉得想演戏想演戏，想唱歌唱歌，想跳跳，我都能做好，因为我能力强，可以。你想当个明星吗？哎，老师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面见的时候有老师问过，答案是什么？我先扯一下我妈啊，就是我妈当时同意我签公司，她并不是想让我成为什么什么大明星，她只希望就是我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走，就是自己做的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还可以养活自己，她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一直跟我妈是一个想法，对于当什么大红大紫的明星来说，我真的更倾向于做好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你是哪年签的光线？是这样子的，我是2020年签的，但是生效是2021年6月8日。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6月8日刚好结束高考。为什么一定要在高考那天生效呢？就是我很希望我的艺考是干净的。I like it。有人说你是无趣的人吗？有，我听过很多。我上大学其实第1年的时候有点受挫，就是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大家觉得我很装。我其实那一刻有一点受挫，就是我觉得我只是慢热，对。但是后来就觉得其实也无所谓了，你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理解你这份慢热的性格。懂得自然懂，对。玉子你好，我来问一下比较尖锐的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人生所有的高光，都在你前面的艺考，包括这一次的舞台2023，然后接下来可能长达5到10年的时间，你都没有再比这个更高的高光，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我其实一直很坚定一个想法，就是只要我真正踏实一直在做，并且一直在朝自己想要变好的方向去走，我不相信有人明明看到被打动，但是却不支持你。哇，对，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很好，但是我说到这个点，是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很像我的一个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在学生时代是无数高光加身的，但是可能到了社会上，到了工作当中，他会走向一个所谓的我们旁人眼中的平庸。Oh my god！ Oh my god！ 因为你的向上以及这种优秀，会让我提前有这种忧虑。我希望未来如果有一天你会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不会被这些事情打垮。我觉得那个请问这个预设是不是不太吉祥？是不太吉祥，但是我觉得是什么？菲菲老师很善良，但我想说，在座的各位，大家年龄应该都比他长。那更应该人家就是当然，谁不想要一个舞台？如果不想要下一个舞台，他就在浴室里唱歌就好了。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咱们内娱现在这情况，对吧？好不容易此时此刻有这么一个舞台，但未来怎么样？亲爱的，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不会太平庸。他是通过他的回答，让易立竞老师都露出了震惊表情的选手。光凭这一点，我觉得他前途无量。对，好的，也非常看好你，加油！谢谢老师们，真的很感谢。舞台歌手张玉子面见结束。Everybody is so nice. It's so nice and so truthful. 对，所有媒体团，你们有最后5秒的时间做好自己的选择。5、4，推荐一下他吧，肯定要推荐。对，3，全票满，全票支持。1。接下来将接受面见的舞台歌手是庆怜。Hello。Hello， 老师们好，我是庆怜。
在这样一场生存游戏里，你前面其实赢的次数是很多的，你会觉得这是自己的实力所得，还是因为说单纯现场的粉丝比较多？火了之后，但糊了的人站起来，这么狠。Of course, the truth is yes, the fans help a lot. 但是 it's not just fans. I mean, I feel like I've proven myself. 我是要记得 I didn't have fans before. I worked hard to get fans before. I was in Chuang, I had like no one voted for me at the beginning, like with like the MVPs and stuff. But I had to prove myself. 我觉得他很真诚。 I think this show, everybody grew a lot and matured a lot through the show, right? 你好，青莲，你从21年出道到现在，你的中文现在讲的还是如此的不流畅，这么久了都没有进步。中文还行，不错呀。可以拼拼凑凑。别太凶狠的攻击我就好，害怕。OK， 首先我知道现在我的中文还是不好，但是我觉得从2021年我进步了很多。这个对我真的难。现在我的对我感觉自豪因为每天练习努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是要记得大家的学习的速度是不一样的。I'm not that really smart，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真的，我知道我可以进步很多。Good answer, good answer. 舞台歌手庆怜面见结束。谢谢老师们。庆怜获得16位媒体团的推荐，计80点实力值。Hello， 老师们。嗨。对，现在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我觉得我可以辛苦。我来问个问题。是吧？你要在这里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吗？老师说，如果我的梦可以还是在这里，我必须的。你未来会安家在这里吗？你知道，哎呦，又来了。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婆，哇 wife。接下来将接受面见的舞台歌手是吴瑶涛，请前往观战间。Let's go。加油，别怕。OK。吴瑶涛到现在只有一个印象，牧野还原。我看到他第一期舞台就是有被惊艳到，是，我就听哭了。是的，就是我 get 到他那个情感了。涛涛应该是第一次见媒体朋友。舞台歌手吴瑶涛面见开始。我看你这个资料上写着说你前几场有点被高估了，你自己说没有那么好。那昨天那个表演，你好像也是就是你们团队里的第1名。那你觉得昨天你有没有被高估的地方？他这个也挺狠。昨天真的，我说实在话，真的是被高估了。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昨天做的音乐是60分，但是是我第一次做，可能观众好像有很不错的反差或者什么，好，那我多给他打20分、80分。那比如说像美琪姐、海豚他们，他们之前本来就应该是那么厉害的，他现在做了就觉得哦，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对。把你们架在那儿了啊！他怎么把我们架得这么高啊？在网上就是当然有喜欢你的，也有批评你的那些声音，这些声音当中有哪一类是你最不希望它出现的？我最不希望出现的是说我
抄袭，对。是说法老吗？对，就是我有看那些评论，但是我做音乐的时候，我真的是不会去抄袭的。《牧野荒原》这首歌，我确实是因为听了法老的作品，然后我才去写的，但是它只是一种叫做 talk flow 的一个形式。我从头到尾确实是我听完一遍法老的歌，我可能有灵感，我不会再去那个，然后我写歌的时候我就全神贯注地根据我的伴奏去写，所以我认为我并没有去抄袭这个作品。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特坦诚。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很真实。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以一个说唱歌手的标准来要求你这3首歌的 flow 过于简单和重复了？说实话，我的 flow 真的不太行，对，确实是不太行。其实不是，我太冲动了。但是其实你的歌词在你这个年龄，我觉得算好的。但是你大段可能超过32小节，你的那个 flow 完全没有变化，会听着有一点累。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在开始提升我自己的一个 flow。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同龄人没有的东西，就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判断。大多数18岁的孩子都会觉得那个我天下第一，我是最狂的。然后他第一句说我确实 flow 有问题，我整不会了。但是我觉得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缺点，是一个特别好的优点。我相信2年后再听你的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的。好，谢谢老师。涛涛真好，哎呀，我好喜欢他呀。他比较真实，对，他就说我怎么想到就怎么告诉你。舞台歌手吴瑶涛面见结束。所有媒体团，你们有最后5秒钟的时间，做好自己的选择。涛涛这么好，肯定全亮。他应该是全亮吧？我觉得像这种啊，它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只要你回答的比他们还锋利。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的妈呀！哇！哎呀，确实sunny。我想跟你聊，有一次你穿一身粉色衣服的那个演出，作为怪物是吧？对，我个人判断就是。你录机用的不多，是用的不多，对，因为其实呢，后面已经有做好了那个 program，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占了一些电脑的便宜，你让大家以为你用 Loop Machine 做了很多东西，其实你是用了电脑，有点让很多人觉得哇，他好厉害，其实很多东西不是现场做的。It's okay，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就需要演。要合理运用科技。我也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啊 ，program 太多了，有点假 ，whatever。但是我觉得 it's okay。有人和我说啊，这个就是表演者，你在舞台上面没有人会 care。如果呢你演得很真实的话，你特别的投入，那个是最重要的。好实在呀。幕后的东西你还是很擅长的，观众缘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玄学的，就是你努力了，但是观众并没有特别接受你这种风格的话，你会甘心做一个幕后吗？对，我知道，但是我还是喜欢很多人看到我，不然我不会做个幕后穿这种衣服。我想问问，就是你有就是我们这种老百姓的衣服吗？老百姓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这样吧。老师们好，我是舞台歌手黄玉博。Hello， 你好，马上就走到总决赛了，你的老板涛涛有没有看你的舞台？他看了 Interstellar， 他说花里胡哨的。好，确实。因为我们老板其实是这样一个人，他会觉得说，你自己喜欢就好，
他就说你去尝试就去做，如果碰壁了没关系，就算你被淘汰了，咱们回来自己做歌做音乐发专辑。加油加油！易立竞老师不问我点什么吗？你期望我问你点什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看到易老师的时候，我其实就被吓死了。然后他的那个头发很直，就像锋利的针一样，就感觉要把我刺穿。但是我听完整场之后，其实我发现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啊，所以此时我不问就是对你的温柔，加油！好的，谢谢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Hello，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佩玲。你觉不觉得他很适合做拉丁？你说 G4 吗？佩玲。Sorry。想问一下，你觉得自己的个性是什么？就身为艺人的。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啊，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个性的人，可能是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一个非常淡定的人。你这么淡定，那你有欲望吗？就是你想唱歌还是想成名？我想唱歌，然后也想让大家看到我唱歌。那你觉得你现在阻碍你成名最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一直没有一个经纪公司或者有个经纪人吗？我在这里是没有经纪公司的。Oh my god！ 龙丹妮签他，他需要龙丹妮他签他。龙总。佩玲，你听过有人说你唱歌唱得很好，但是总是缺少点什么吗？一直都听过。我缺少的是没有情绪，就是好像一直唱歌都是拿了一首歌，听好背好唱，就是完成工作。对，好像交作业，那个感觉会没有掉。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遇到很多很认可我的人，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去先了解歌曲，然后再表达情绪。我应该不会perform吧？我不会，我真的不会。老师们好，我是徐子蔚，欢迎老师们随意提问。你觉得你倒霉吗？我不倒霉，我是很幸运的。我是觉得你不要这样想，我觉得你要觉得对我不公平，我有不甘心，这可能才会让你在舞台上被更多的人看到，你才会去争取你的部分。我是一个会考虑很多别人想法的人，我不想被别人误解，觉得我自己没唱好，再挑别人毛病。这几年一直都挺倒霉的，但是来到这个节目啊，真正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找到了刚好适合我的 partner 合作伙伴，包括是每次都在刚好的时候出现一个让我有机会走下去的一个东西出现。那这么来看，其实也不算倒霉到家，是吧？我就觉得 OK， 那这个喜忧参半可以接受了，我就会这样觉得。哇哦，他很会回答哦。很会回答。He answers it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Yes. He's seasoned. He knows what he's doing. Yeah. He's smart. He's smart. I like it. 能不能赶紧问我问题啊？我超想回答问题了。各位老师好。美琪你好。你好，你好。你上这个节目初衷是要挑战自己，还是要找到一个机会？我要挑战自己，也要找到我自己。因为说实话，我已经2年没有上过这样子的竞技类的节目。是2年没上过竞技类的节目，还是2年没什么工作？2年没什么工作。对，我需要重新适应。然后说实话，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是不太适应的，确实也会想很多，然后也会给自己负担压力各种方面的，就脑子里是有杂念的，里头包括输赢。有，我来之前我给自己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我觉得我来这儿我千万不要想着我要赢我要赢了，但结果你真的进来这个里边了之后，你身边产生了队友，然后你又有了这种竞技的状态之后。我一下子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就上来了，我就会欲，对我就会有消费欲。对于我来说，现在这个时候才是我真的是我做到我一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给自己心理建设的那些东西，是我真正做到的。谢谢。因为我本人是一直知道你的实力在哪里，但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好奇，你们昨天在现场看，你们看到我在舞台上的那个状态，你们是什么感觉？我对于昨天你的评价是一如既往。那对于孟美岐来讲，在我心目中就是退步，因为我觉得你整个人是收着的，就一如既往，还失望，确实有点太那啥了。因为他是高水平的选手。对，反正因为我看的少，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最闪光的那个。你的舞台就真的非常浓，但是反而舆论这个观众缘的问题，好像确实是不那么的妙。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啊？对于以前的我是一个很需要别人认可的人，但是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有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就是如果我自己都不认可我自己的话，我拿什么信念支撑让我继续在这个行业里边留下来，让别人再来支持我？我觉得观众缘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好起来的，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东西。我只能说是在这个节目里边，我还是依旧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能够做到我尽力做到最好的事情。我并没有想问你什么很狠的问题，就想给你个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问自己要什么。我觉得现在你不敢了，你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你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就我给你的是一个心理建设，我并没有想问你问题。感谢所有的媒体团，舞台歌手孟美岐面见结束。他比以前的自己更带气了，就是不自信。不是，他现在觉得他走哪头都不对，但是他眼里还是有光的。因为 concert 大家都玩升级新花样了。我来升级喝的什么东西啊？当然是优酸乳果粒系列。优选生牛乳还新增30%的真实果粒，一整个大升级。那我就信你这一次哦。喝优酸乳果粒，酸甜更给力。接下来将接受面见的舞台歌手是王 OK， 请前往观战间。我又害怕了，救命啊！没事没事，我单纯的有一点小紧张。各位老师们好。那啥，要不我先说2句，因为王 OK 同志。哎，老师你好。咱俩算朋友啊。哎，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酷狗啊，亚文化女青年呀，现在怎么变成邻家小妹儿了？这个节目。咱俩喝酒认识的。不是，咱们在图书馆认识的。对。他跟他喝过酒，我知道他俩认识。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是很放松的，但是如果我要是上到台面上，我就会很，就一上舞台我就感觉我不知道吧，可能是就是我的舞台表演真的很欠缺，所以我在台上我就老想闭着眼睛唱歌。我看了。对的，但是你们俩都是音乐学院的，就2个人合唱就没想过编点什么和声互相做点2声部啥的，就是。就是可能是没去想到说是要设计，因为可能我有点不能这么唱歌，2个歌手就是没有一句是互相搭的一个和声上，是吧？是，就是臧文飞老师说那个我们合音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回答好，其实是因为很多和声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我们俩唱同一个音调反而是。就是互相一个高频一个低频的感觉是合的，就没有去加。但是现在王 OK， 你想过有一个问题吗？就是有一天你的 CP 红度是比你所有歌都红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音乐人，而且自己会写歌的人，然后你最红的是跟音乐没关系的事儿，就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过，因为。很明显，到后来我跟天泽在合作的时候，就没有人再去说我们现场表现是什么，就是大家都会说你们2个是不是真的？这个其实我心里会难过的，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俩会走到这一步。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俩就是只是那样唱，然后我一开始都一直在辟谣，我就说是绯闻，但后来其实就，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 CP 或者这份情感
比作为一个音乐人，对于你来说，可能觉得获得更多？可能在这个节目里会获得更多，但是音乐是我本身要做的事情。Hello，OK， 我这边有2个小问题，一个是说，就是你认为在节目里面 CP 是一个捷径吗？你是否担心随着节目的播出，大家会觉得说王 OK 是恋爱脑这件事儿吗？媒体他们就是想通过一些尖锐的角度，来去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争议性。你如果今天讲你出发点是为我好，你怎么讲，我觉得我都可以大概率去接纳或者听取。你出发点又不是为我好，问他让 OK， 我觉得他很尴尬，无所适从。我不喜欢 OK 那样，我也不喜欢 OK 被人搞成那样。我怎么？其实我不是恋爱脑，就是我很理智的，因为我知道天泽身上有我需要的那个东西。他是一个很稳定的人，然后我是不太稳定的人，所以我不是纯粹的喜欢他这个人。然后对于 CP 是不是捷径，我觉得很多综艺里面 CP 都是捷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追求的，但是它就发生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接着。没事儿，接着可以的。咱们看王 OK 有点恨铁不成钢。唉，早知道不说了，说了一堆不好的。感谢所有媒体团，谢谢大家。舞台歌手王 OK 面见结束。话题度超过你的音乐本身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想？也不用去在意嘛，因为是不是？因为话题就是话题。但如果在某个时机，就真的可能出现某个话题来帮助让大家，反而它会变成一个让更多人去认识你的一个途径吧。回到音乐的这个路上，对，才是本质。很有可能别人会因为磕了这个 CP， 或者是就会觉得啊，去听了你的歌，甚至是爱上你这个独立的人，都是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你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接下来将接受面见的舞台歌手是李天泽。这是整个舞台2023我最生气的一次，给他都小女孩在那里，你给他怼成那个样，你想干嘛呀？失魂落魄的。那我就觉得你今天这些东西就是刻意有为难他。Hello， 大家好。哎，请问你在伯克利学的什么专业呀？爵士吉他。哦，那个就是，我刚才也问完 OK 了，我听了你们2首歌，你们为啥就是你俩都是学音乐的，怎么没设计和声啊？都是唱的童声不？我俩合作的歌就没想设计和声的东西。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特别冒昧啊，就是你觉得自己有才华吗？我觉得自己有才华。你的才华在哪里呢？你觉得你们有才华吗？啊，没有，我觉得直接回答没有就完了。没有。我会说，如果我不是天赋，我不会在这里。也对，我也是会这么回答。我会说，我觉得有啊，我的才华。我觉得有。唱歌。有。我本来是做编曲的，到目前我在制作的编的歌大约有7首了，就节目到现在。那么我不是歌手。我个人认为音乐性是我更主要会去在意的东西，对，所以我认为才华不是说你歌唱的好就是才华，你能用你的音乐、用你的乐器感染别人也是一种，对。那又回到刚才菲菲那个问题，你既然是做编曲的，为什么还是男女生没有和声？为什么老在抠和声这个问题呢？他生气啊！哎呀，他真的好生气啊！他那个脸掉的。The show's very real.
Like they ask really like realistic questions and have like really realistic answers. Yeah. 感谢所有的媒体团，舞台歌手李天泽面见结束。生气了吧？也没给他们好脸色看。是我在这个节目里表现得很差吗？而且我觉得没有，别听他们乱讲。我就刚才就是他俩在讲什么，你好酷，我说啊，你亚文化，我说啊，这帮人才是真正的一点都不了解你的人。你本来就是一个快乐老娘的搞笑性格，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帮人是真的不客观，骗你。就那个和声，你能给我提8遍，你想干什么？你这样来看，刚才评价很多人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很客观的，咱们都觉得说的很对啊。我就是觉得就是没有。我觉得是什么？我会感觉哦，原来在别人的视角里我们是这样的。没有，在别人的视角里他们就不一样，反正也解决了。进去之前，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问我跟天泽，可能就是炒 CP 这个问题，然后我都想好了，我想说是先从我个人展开，为什么我跟天泽会有这么一段，结果就没有给我展开的这个机会，直接就问你们这个是不是恋爱脑。我就是回去之后那个后劲儿会让我觉得我像一个小丑，你知道吗？网 OK 获得8位媒体团的推荐，计40点实力值。李天泽获得5位媒体团的推荐，计25点实力值。我有那么招人烦吗？咱俩是2个最低的2个人吗？你是垫底，我是倒数第2名。我总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看屏幕前是假的东西，所以但凡有一点真都让他们觉得恶心。我是过去像他们这么大，我也很冲，对。我肯定也有回答不自如的时候，对，人家问东我答西，当然随着这个在这个行业自己时间长了，有经验了，也能够去 get 到人家那个点到底他想要什么，就是因为自己内心被操练到了，以后就愿意去，不要眼里只有自己了，有他人的时候。 就会去和他发生对话。Just because you do music doesn't mean everyone that listens to your music knows music. Yeah. Yes, because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listen to his music and critique him and judge his music, they're not musicians. You know, so it comes with the territory, it comes with the job. 对，我其实反而觉得今天的机会是一个好的机会的，因为平时无论是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有很多采访。 通常的一些问题吧，就可能很水的一些问题。吃饭了没有？你吃饭了没呀？你来这里干什么呀？所以我其实觉得批判性的问题反而非常给他们去加分，因为很多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你想要表达什么，或者去理解你，会去体谅你，或者是对你有兴趣。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的。接下来将接受面见的舞台歌手是卓海豚，请前往观战间。 Let's go， 加油！海豚怎么叫？ Let's go！ 少说话，想清楚了再说。老师们好。Hello， 聊聊从 Vogue 5怎么变成了卓海豚。上次做完节目之后，觉得应该 还能更好，所以我特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解约了，和前公司解约了。没活，有活，但是没有钱。哦，有活但是没有钱。那时候的状态，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播，但是那时候的状态是仿佛我们在上升期。 然后也上了不少的综艺，然后也发了小30首歌了，也有固定的粉丝、固定的观众。然而，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拿到1分钱。Oh my god！ 我们甚至是去以乞讨的方式和他们说：“我付不起我的房租，可以给我点钱吗？”是我们一开始其实。
我和浩帆18、19岁的时候就来北京，那时候做出的选择就是无条件的相信，然后会进入到一个思维模式，就是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为我们着想，所以很多不对的事情，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哪里没做好，才会获得这样的结果。一直到2022年，我们慢慢长大，慢慢才发现到，其实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把解约合同发给他们，说你们违约了。我写了30首歌，你1毛钱都没给我，我想我也唱不了我写的歌，那就走了。坐飞机回家，我不断地在思考，就是我这么选择到底对不对？我浪费了4到5年的时间。我从18岁我就大学没念完，我觉得说我要去追逐我的梦想，我这些时间到底对不对？对，然后其实原本我连那个烤肉摊都找好了，要去改行了，然后刚好浩帆就打过来说，要不要继续玩一下？觉得还是想要坚持一下梦想，然后就回来。哇，这个字很惨，真的。哎呦 ，They're good though. I like them. 我喜欢 Dolphin. I like them. 我们也都是。You're listening to their story. 我们都喜欢。感谢所有的媒体团，舞台歌手卓海豚面见结束。所有媒体团，我想要最后再问一下老师们，就是因为刚才其实老师们也给每个嘉宾们给出不同的建议，我也想让老师们给我们多一点建议，因为其实能够像和大家这么直接的交流的机会真的很少。其实我跟你俩聊天，觉得你俩在舞台上稍微有一点在装狠，你俩其实是挺柔和的人。我就一直想聊的就是这一个概念，就是你俩虽然穿了皮夹克、戴了墨镜，你俩一看就是平时很 peace、很柔和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你俩可以玩更多的音乐风格，那个时候一定会比现在舞台上会更放松、更自由，就做自己就行了。对，就是我，谢谢。Now, I understand why Meng Mei, she gave all her points to them. Now I understand. Yeah, me too. Yeah. I want to give all my points to them too. Me too. Right? 哎，我第一次听你们的经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让他去做，我其实。然后我觉得我给的分给的更值了。就是看他做，然后呢学习。接下来，各位舞台推荐人可以自由分配在红星推荐环节获得的实力值，帮助你欣赏的歌手迈进总决赛。我有40分可以给。So there can only be 5 finalists, right? 是5个，哎。你是拆散了给？我拆着给。我也是。我只投给1个人，就算40分，我觉得也不是很多。对，也不是很大的分，只是可能帮到就扶他一下而已。You know what we could do is we could discuss somebody that we really like amongst ourselves, and then we could just all give that person all our points. Because 40, 40, 30, 30, so that's 140 points right there, right? 我会投给最高分的人。我要确保最高分的人不会因为其他的生存模式，或者是其他老师给分的方式，而让他变成第6名。如果发生这件事情，我会崩溃。哎呦，怎么突然变那么聪明啊，陈嘉桦？这个分数是我们要考虑一些比较危险的，但是又很好的歌手们，对吧？佩林比较危险。What about Duke Lee? 李天哲 a little bit dangerous because he just only got 25 points from the media. 哇，这个数学好难啊！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他们挺危险的。这个已经是危险的了。对啊，但是你不可能全部救得了，就5个人。哎呀，这样我也头大了。你只知道他的平均分，你不知道他是多少分，所以你这个我们就自己在自猜，算不清楚的，算不清楚。你就照自己的心意来，能帮到就帮，帮不到也没办法。All right, we're ready. I'm ready. 我准备。现在，请各位舞台推荐人写下你们给出的实力值。
我们根本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客观去看他们，因为你看到他们成长，你看到他们身上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喜欢的歌手，所以我只是做了一个让我比较不那么后悔的选择。So， 我要给你40点的实力值推荐。舞台推荐人实力值已分配完毕，究竟会如何改变舞台歌手们的命运？马上揭晓。Yeah，Let's go。大家好，即将公布舞台2023 8分钟主题舞台的最终结果。晋级总决赛的 Top 5舞台歌手即刻出炉。哇，你看玉博，为这一刻紧张，烦死了。经过舞台公测、媒体考核、舞台推荐人及创意总监的推荐，以及你们自己生存模式选择之后，我们最终产生了本场的 Top 5。请问推荐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上舞台，我要我的酸甜新滋味。在公布今天结果之际，先来一口美味新升级、营养更好喝的优酸乳果粒系列吧。无论今天的结果如何，都希望你们的人生能够像优酸乳一样酸甜更给力。舞台歌手将依次前往小黑屋领取你们各自的最终结果。晋级 Top 5的歌手将前往晋级区，淘汰的歌手将前往舞台推荐人的观战间。首先，请张玉子、黄玉博起立。哦，在你们2人中，一人晋级，一人淘汰。Oh my god！ 他们俩有人会离开吗？请2位一同领取你们的最终成绩。我离开，我去总决赛。就在这儿取啊？哪个是我的？我害怕，我害怕，哪个是我的呀？就拆。上一次第3名。请舞台推荐人对张玉子做出推荐。20个实力值，因为我刚才我直接就说了吧，我下一个会给的是玉博，因为我觉得这2个人这么年轻，然后有现在这样的能力，他们很值得要去到下一场。我淘汰了是吗？我看到了6，他的傻了，我真的傻了，我觉得他100%可以进。结束了。Yes。当下难过的点绝对不是说什么往后几天见不到喽，因为我们太清楚了。就像我们4个出去了以后，一定还会经常一块吃饭玩什么的。唯一遗憾的点就是我们有个约定，就是一起结束这趟旅程。很想跟玉博有一次合作的舞台。人家是第1名，我是19名，跟人家差个9。别说这话。我真的没有想到过，我来这儿会交这么好的朋友。好痛！这个好，跟玉子一起，我们去那个梦日之地，去东京。也许这是一个好的结果。6个舞台我完成了5个，最后一个舞台也没有机会，但是这趟旅程是黄玉博人生火车出发的起点而已。好了，玉指 ，Let's go。再报一个。OK 了。请黄玉博进入淘汰区，张玉子进入晋级区。请孟美岐和卓海豚起立。请
请一同前往小黑屋，领取自己的最终成绩。哪边是我的？开始吧。请守护者孟美岐填写给出的实力值。啊？这是我所有的分数。我想要做一次我遵从内心的选择。与其我最后苟延残喘的活着，还不如华丽的转身。吴瑶涛，要不要使用特权，让全场以平凡者生存模式结算？啊！哎，我是想选姚永吉的，因为我想救美琪姐回来，就是我们一队都一起晋级。我的想法是我们全都归于平盘，是到时候你有分数可以回来，我觉得我们都没有。你救我可以，但是我不能保证我是100%能进。我们就算拿了第一，比如说别人就比我多1、2分，但是人家可以进，我不进不了，这个风险是有的，你要想。因为我做这个选择，我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反正我觉得不保险。而且我说实话，我做这个选择，我并没有想要进套。酸甜10分钟主题舞台第3名，孟美岐。啊！我不想下一轮，这只是让我擦边，我不想苟延残喘。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让我给你们，我就可以走了。其实到最后，我一直在犹豫的点，是因为我也知道美琪姐在考虑的东西，她想要一个就是漂亮的结尾，漂亮的 ending。对，那开心快乐的回家，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想再问你，这一次走你会开心吗？我超开心。好，那有这句话就够了。我想了这么久，我尊重这个结果，我不改。对，我还是尊重大家。对。可以。最后想来想去，我觉得我确实不应该去干涉大家。我觉得如果一个改变会引起很多的变化，对，我觉得对大家这么多天的一个思考也好，对他们的一个选择也好，我觉得是一个不尊重。最后还是尊重你。谢谢，谢谢你，涛涛。真的谢谢。我知道，所以我要尊重。多好啊！算了，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样能在总决赛表现得更好。不要在意那么多别人说的什么，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很棒。我觉得孟美岐没有遗憾，我们就没有遗憾。我觉得我们会带着她的力量，最后对彼此说一句真的很想说的话，然后说吧。别说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答应他们不哭。这个节目，它给了我一段非常好的经历，我在一点点的变化。我怕输，因为我曾经赢过，所以我现在很怕输。今天这个表现的确，我觉得没有达到你可以做到的那个程度。孤勇者孟美岐排名第7，挑战者孟美岐挑战失败。那你上这个节目初衷是要挑战自己，还是要找到一个机会？你的舞台就真的非常的牛，但是舆论这个观众缘的问题，好像确实是不那么的妙。我觉得观众缘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得起来。
我只能说是在这个节目里边，我还是依旧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尽力做到最好的事情。至于观众喜不喜欢，那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情。孟美岐排名第14，孟美岐排名第1。我觉得2018年的那个时候的孟美岐觉得赢就是拿第1名才叫赢，那个所谓的数字吧，想得很重。但是对于2023年的孟美岐来说，你不赢也是一种赢。我学会了接受不完美的事情，我学会了去给予，我学会了可以真正的放下，跟自己自洽。我真的很开心能够认识你，还是那句话，我不后悔我认识你。我觉得没事。走吧，走向你们的靠谱之路，加油！加油！哎，你们第1是 ？Yes， 拜拜 ，Go Go！ 我能够站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走到安全的位置，我是为他们感到开心的。我有真的学习到守护者存在的意义。接下来，请王 OK、李天泽、徐子蔚、吴瑶涛、郑可熙领取你们的成绩。拜拜，一会儿见，没有拜拜。不管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我现在我已经差不多了。反正我真的很伤心啊！如果我真爆炸，我会当场，我真的会疯掉。这不用猜嘛，就是一走一留。但是我觉得这是你应得的。OK， 这个我们啊，房间没人了，完了。咋的了？你吓我一跳。啊！干嘛？你看吧，你看我。你们是什么？什么正常？你淘汰了什么？第8。I feel like Duke Lee has improved the most. I wish that he would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show himself on the show because he took such a big risk and sacrifice to come out here. So, Duke Lee. 好，我是第5。这不刚好卡边吗？来吧，涛涛第2名。40 ，Ella 老师把她的40分都给了涛涛。我很明白的说，陈嘉桦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吴瑶涛，所以为了要确保吴瑶涛可以在那前5名里面，我会把我所有的分数给吴瑶涛，对不对？我不能冒那个风险啊！我刚刚也纠结，还好有 Ella 姐的40。支持团494分，哎，那我没有输太多，总排名第9。Top 10，Come on！ 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厉害了，我真的太开心了啊！非常感恩有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选手们的支持，然后节目组一直相信我，包括推荐人给我的这个相信，包括蔡伟泽给了我这个机会。拜拜。
就是再见，是一会儿见。一会儿见。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你的声音是 the most angelic。对。Yes, really nice meeting you. Nice meeting you too. Yeah, let's open it. 好。请问是否要对庆怜做出实力推荐？庆怜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对啊，但因为他拿100分嘛，对他应该是200多，而且再加上他80、100，他是比较安全。请问是否要对李佩玲做出实力推荐？没有理由，只是我想回到最纯粹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很欣赏的他舞台，我想继续看他的舞台，那就够了。You made it to top 5. Oh my god. Yo. Well, I guess no, I'm joking. I'm not that sad because I already expected it. 哇，我真的 go home. 我是第6。We got this. We got this. Peace. Peace. My time is gone.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记得我是谁。我是庆怜。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叫我卡辉庆怜。我习惯了这个位置。I'm like used to it. 对 ，sadly, but it's true. You know, just in my life, it's just always like that. 我一直有一个目标，我不能完成我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可以就是继续走 ，just keep going。有一天我可以终于完成我的目标。小小姐，为什么一直脑袋还有风？哎，谢谢，辛苦了，辛苦了。Of course. Thank you so much. I'm very proud. Yes, I'm very proud. 哎，What？ 我也很意外。哎，我也是第6。我们同分。哇 ，Amazing！ It's kind of funny, actually. The last competition show I was on with him, final ending was like the top 11, and I was number 12. I was like right before it. So like this time it's the same. It's like 5, I was number 6. Feels like it's repeating itself. That's crazy though. 谢谢。不好意思 I didn't go to 总决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没事。庆怜他就拿着那个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 bad luck，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好事。他一直觉得他的每次的不好的成绩都是因为唱了中文，不是的，我觉得他应该就更看一下他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明显的坎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你该往哪个方向去突破。Go home， 我们一起 ，Yeah， Go home， Go， 看到 OK 进去你就高兴了。够了，没有。Good job. You came this far. Semifinals. Be proud of yourself. 我在舞台2023遇到了一个改变我的人，他愿意去接受我很真实的幼稚的样子。他进了，反而我认为是更好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李天泽进了 ，OK 走了，那李天泽估计魂儿就不在这儿了。如果让我拿现在的舞台和我第一次比，我会觉得说，哦，我有进步。这就是修炼的过程，就是充满了喜怒哀乐，也不亏了。有时候不完美的结局，它才是最完美的。我收获到了比输赢更重要的事情。事实证明，并不会因为你做的挑战，这个世界就会礼让你3分。你得了第几，你没有拿到冠军，
你没有活到最后一集，那都不是最可惜的事情，而是你在舞台上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介绍你自己。在这个节点，其实走，我觉得以什么种方式走都不是遗憾，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希望一天我可以 make it to the top， 不是一直在遗憾的位置。没事，没事的。舞台2023 Top 6在这里，是我们。回家，想回家。这首歌太困了。在我的身边。这怎么样？终于回家了。转眼就第最后一轮。我真没想过自己会到今天 Top 5，我觉得我今天能走到 Top 5已经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突然间觉得我好厉害。我总决赛了，我肯定要唱自己想唱的，我要唱自己写的歌。就我不管说他能不能赢或者能不能打，那起码他是我嘛。这一场已经来了，要结束了，我一定要把它做得特别好。我现在害不害怕其实也没有用了，你走到这个地步，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人的一个期待，不辜负他们期待就可以了。我觉得能进 Top 5的人都不是平凡者，既然都到决赛了，那就拼刺刀吧，就不要再你守护我，我守护你。我没有想守护的人了，我这一场只想守护我自己。本节目由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优酸乳果粒新升级，优选生牛乳，更好喝。高汤有元气，一碗喝到底。感谢一点不夸张，连汤都喝光的汤达人联合赞助播出。吉他设备要升级。优酸乳贵妃荔枝和如意杏子也升级了，酸甜新滋味。哎，不要喝太快，我这还有升级的果粒优奶雾。优选生牛乳还新增了30%真实果粒。优酸乳果粒升级，酸甜更给力，干杯！当当，加餐时间到啦！上次我和汤达人日式豚骨拉面撞衫了，那我今天呢就来试一试这个传说中汤达人研发人员认为比汤达人日式豚骨拉面更好吃的汤达人肥汁米线，高汤打底，肥汁爆香，酸辣过瘾。汤达人肥汁米线，我记住你了。本节目由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优酸乳贵妃荔枝如意杏子酸甜新上市，高汤有元气，一碗喝到底。感谢一点不夸张，连汤都喝光的汤达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兰蔻精纯唇膏200 Drama 宗赞助播出，是我角色放肆出彩。送别那时候我就觉得要展现完了，对，那跟我聊什么呢？别聊了吧。我们就想近距离看你一眼，会不会觉得哦天啊，他好像真的老了？没有，我其实不理解王妈的很多做法。来自节目组的一封信，今天你们得自掏腰包啊！不是导演组可以说话，你们别收留我。S H E 你最喜欢谁？来了。请节目组吃宵夜。Hello， 大家好，我是舞台歌手的庆莲，今天我获得了彩蛋福利 ，OK， 你们准备好了吗 ？3、2、1。早上好，早上好 ，Wake up，Good morning。你会迟到，所以快点起床。好，快点 ，OK，get up，get up，get up。你为什么还是睡着吗？哦，你现在关手机吗 ？No，don't do that。Come on， 快点 ，Let's go，Let's go。你会迟到，如果你迟到，我会生气。Come on，不管如果我生气，但是 I hope you know 我生气了。好，然后如果你会睡觉，我会说，嘿，今天辛苦了，真的辛苦了，你今天很努力 ，work so hard， 所以希望你可以早早睡觉吧，早早睡觉哦。Go to sleep early， 不要熬夜 ，OK， 晚安 ，peace。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卓海豚，我是舞台歌手林哲宇，我是舞台歌手邵班。我们在微博舞台进阶报告的第7周获得了彩蛋福利，非常感谢大家。现在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爱心5连拍。那我们第1拍、第2拍、第3拍、第4拍、第5拍，谢谢。点击舞台2023视频下方的预测区，预测舞台排位赛结果或你喜欢的歌手的排名，投入预测分后，预测成功即可获得投入值3倍的奖励。预测分还可以通过完成互动任务获得。每期活动预测分排名前50%的用户将会获得节目专属福利。你许愿他实现，点击舞台2023视频下方的许愿池，向舞台歌手许下心愿后，送灯牌助力心愿实现。完成每日互动任务即可领取助力灯牌，快邀请其他小伙伴一起为你的心愿助力吧。每周日12点舞台背后，会员专享台上台下更多精彩内容。每周一12点舞台歌手放肆饭局，会员专享舞台歌手嗨吃嗨玩嗨爆料。周二12点不定期惊喜更新加尔真上班，会员专享不一样的王嘉尔 Jackson Wang， 更有舞台歌手不定期直播。第3周起解锁舞台2023时光日记，搜索舞台2023典藏金曲卡，随机掉落限定 MBTI 卡，附赠亲笔签名，更有特制卡附赠出舞台现场专用生存模式牌，独家定制 AR 视频与语音等，畅享精彩金曲福利。开箱优酸乳，扫整箱内二维码，前往优酸乳小程序 get 活动规则，100%中奖，最高36克黄金水果等你开出来。感谢微博，上微博进入舞台2023话题页，推荐你喜爱的舞台，助力舞台歌手进阶报告成长。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腾讯新闻、腾讯娱乐、新浪新闻、界面新闻、网易新闻、Zaker 新闻、知乎有道词典、立成传媒、511Job 前程无忧 App、北京网娱乐、青龙网娱乐、中青网娱乐、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用腾讯极光盒子打开逐梦音乐之旅，点击播放框下面的讨论区，预测今年结果，向舞台歌手许个愿，太多惊喜等你解锁。舞台2023时光日记上线了，随舞台公测更新加料好礼，可一键解锁练习室直拍、歌手清单 vlog、早上整活实录、台前幕后对谈，语音转译。腾讯视频上线真乐音效功能，打开腾讯视频 APP 观看舞台2023，立刻开启入耳入心、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微博舞台进阶报告第7期舞台歌手第7周进阶报告数据展示，进阶报告成长最突出的歌手将获得独家彩蛋曝光资源，快来为你喜爱的舞台歌手助力吧！